第5章，小強盜姑娘。他們乘着馬車穿過一片陰暗的森林，馬車像火炬一樣閃閃發光，光芒太刺眼了，強盜們受不了。是金子，是金子！他們大喊着衝了上來，攔住馬匹，殺死了馬童、車夫和僕人，然後把小格爾達從車裡拽了出來。他胖乎乎的，真可愛，一定是吃好東西長大的。一個長着鬍子、眉毛長得垂到眼睛下面的老強盜婆說：“肯定像餵肥的小羊羔一樣好吃，我都流口水了。”說着，他拔出雪亮的尖刀，那刀閃着寒光，看着就讓人害怕。哎呦！他突然尖叫一聲，原來是他自己的女兒爬到了他背上，狠狠地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。這小姑娘野得很，簡直無法無天。該死的小鬼！他媽媽叫道，沒心思再去殺格爾達了。他要跟我玩。那個強盜女孩說，她得把她的手籠和漂亮衣服給我，還要睡在我的床上。說着，她又在老強盜婆身上咬了一口，疼得老強盜婆跳起來轉圈圈。旁邊的強盜們都哈哈大笑，說：“瞧他跟他的小瘋丫頭跳舞呢！”我要坐馬車，那個野丫頭喊道。她既任性又固執，大家只好聽她的。她和格爾達一起上了馬車，馬車立刻載着他們飛奔起來，穿過樹樁和荒地。這個強盜女孩年紀和格爾達差不多，但更強壯，肩膀更寬，皮膚是深色的。她有一雙黑眼睛，眼神裡帶着點兒憂傷。她用胳膊摟住格爾達的腰，說：“只要我不生你的氣，他們就不會殺你。你是個公主，對吧？”“不是。”格爾達回答道。她把自己經歷的所有事情，還有她多麼想念小凱，都告訴了強盜女孩。強盜女孩非常嚴肅地看着她，點了點頭說：“就算我生你的氣，他們也不會殺你。那時候，我會親自動手。”她擦乾格爾達的眼淚，然後把自己的2隻手都伸進了格爾達那個漂亮又軟又暖和的手籠裡。馬車停了下來，他們到了一個強盜城堡的院子裡。城堡破敗不堪，牆上到處是裂縫和窟窿，烏鴉和渡鴉從大洞裡飛進飛出。幾隻巨大的獒犬在院子裡跳來跳去，每一隻看起來都像能吞下一個人似的，但它們並不叫喊，因為被禁止吠叫。在一個又舊又黑、煙燻火燎的大廳裡，石板地中央生着一堆大火，濃煙彌漫在天花板下，尋找着出口。火上吊着一口大鍋，裡面正煮着湯，旁邊還烤着野兔和兔子。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睡，還有我的那些小動物們。強盜女孩說。他們得到了吃的和喝的，然後2個女孩來到一個角落，那裡鋪着稻草和毯子。角落上方，架子上和漆木上落着上百隻鴿子，它們好像都睡着了。但當2個女孩走近時，它們輕輕動了動。這些全都是我的，強盜女孩說着，一把抓住最近的一隻鴿子的小腿，使勁搖晃，鴿子嚇得直撲棱翅膀，親它一下。她喊着，把鴿子推到格爾達臉上。那邊的是林鴿，好東西。她指着牆上高處一個洞口前的幾根木條說，那2隻也是林鴿，得把它們關起來，不然就飛跑了。還有這個，是我的寶貝疙瘩。說着，她抓住了一隻馴鹿的犄角，馴鹿脖子上套着一個閃亮的銅環，被拴在那裡，必須把它拴牢，不然它也會跑掉。每天晚上，我都用我的尖刀搔它的脖子，逗它玩。它害怕得很。
這小姑娘說着，從牆縫裡抽出一把長刀，在馴鹿的脖子上比劃了一下。可憐的馴鹿嚇得亂踢腿，強盜女孩卻哈哈大笑起來。然後她把格爾達拉到床上，讓她和自己一起睡。你睡覺時也總把刀帶在身邊嗎？格爾達看着那把刀，有點緊張地問。當然，小強盜姑娘回答，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？不過，你再給我講講你之前說的小凱的事，還有你是怎麼跑到這大世界裡來的。格爾達就從頭開始又講了一遍。籠子裡的林鴿咕咕叫着，其他的鴿子都睡着了。強盜女孩用一隻胳膊摟着格爾達的脖子，另一隻手裡握着刀，很快就睡着了，還打起了響亮的呼嚕。可是格爾達一點也睡不着，他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活下來還是會死去。強盜們圍坐在火堆旁，又唱又喝，老強盜婆還在不停地翻跟頭，這景象讓格爾達看着覺得很可怕。就在這時，那兩隻林鴿說：“咕咕咕咕，我們看見小凱了。”一隻白色的大鳥拉着它的雪橇，他自己坐在冰雪女王的馬車裡。他們從森林上空飛過，那時我們還在巢裡。冰雪女王對着我們吹了一口氣，除了我們倆，其他的雛鴿都凍死了。咕咕咕咕。你們在上面說什麼呢？格爾達叫道。冰雪女王去了哪裡？你們知道些什麼嗎？她大概是往拉普蘭去了，那裡總是冰天雪地的。你去問問那邊拴着的馴鹿吧。那裡有冰有雪，那地方真是太棒了。馴鹿說，可以在廣闊閃亮的雪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跳躍。冰雪女王的夏日帳篷就在那裡，不過她真正的宮殿在更北邊，靠近北極，在一個叫斯匹茨卑爾根群島的地方。哦，凱，我可憐的小凱，格爾達嘆息道。你就不能老實待着嗎？強盜女孩訓斥道，再亂動，小心我把刀子扎進你肚子裡。第二天早上，格爾達把林鴿告訴他的話都說給了強盜女孩聽。強盜女孩聽了，表情變得很嚴肅，但只是晃了晃腦袋說：“沒關係，沒關係。你知道拉普蘭在哪兒嗎？”她問馴鹿。還有誰比我更清楚呢？馴鹿回答，眼睛閃閃發光。我就是在那兒出生長大的，我在那兒的雪地上撒過歡呢。聽着，強盜女孩對格爾達說：“你看，我們的人都出去了，只有我媽媽還在家。等一會兒她會喝點酒，然後打個盹兒。那時候我就幫你個忙。”她說着跳下床，跑到她媽媽跟前，摟住脖子，拉着鬍子說：“早上好啊，我的好老山羊。”老強盜婆回敬了她幾個腦瓜崩，把她鼻子都打青了，但這只是他們表示親熱的方式。等老強盜婆喝夠了酒，開始打盹兒的時候，強盜女孩就去找馴鹿，對他說：“我真想再多用我這把亮閃閃的刀子搔你脖子幾下，看你害怕的樣子，實在太有趣了。不過算了，我要解開你的繩子，幫你逃出去，讓你回到拉普蘭去。但是你得盡力跑，把這個小姑娘送到冰雪女王的宮殿去，她的玩伴就在那裡。你剛才也聽到她講故事了，她說話聲音那麼大，你肯定也聽到了。”馴鹿高興地跳了起來。強盜女孩把格爾達扶上鹿背，小心地把她綁好，還給了她一個小枕頭，讓她坐着舒服些。這樣就差不多了。她說：“你的皮靴還給你，因為天會很冷。但是那個手籠我要留下，它太漂亮了。不過你也不會凍着的，
我把我媽媽的大手套給你，能一直套到你胳膊肘，快戴上，就這樣。現在你的手看起來跟我那個醜媽媽的手一模一樣了。格爾達激動地哭了起來。我最見不得你哭哭啼啼的樣子。強盜女孩說，你現在應該高興才對。喏，這兒有2個麵包和1塊火腿，免得你路上挨餓。她把食物綁在馴鹿背上，打開門，把所有大狗都叫了進來，然後用刀子割斷了拴馴鹿的繩子，對她說，快跑吧，但是要照顧好這個小姑娘。格爾達戴着那雙巨大的手套，向強盜女孩伸出雙手告別。馴鹿立刻撒開四蹄飛奔起來，穿過樹樁和灌木叢，越過廣闊的森林，跑過沼澤和草原，能跑多快就跑多快。狼在嚎叫，烏鴉在呱呱叫，天空中發出噼啪噼啪的聲響。那是我的北極光，馴鹿說，看它們多亮啊！它跑得更快了，日夜兼程。麵包吃完了，火腿也吃完了，他們終於到達了拉普蘭。